最近，也就是说7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呢，他们提出来建议，在2045年的时候，中国不论男女都到了65岁要退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表示，退休年龄将会延迟到65岁，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也就是说，把原来60岁的退休年龄要延迟到65岁。那么由此看来呢，延迟退休年龄似乎箭在弦上，不得不防。我们先不讨论这个延迟退休年龄它的社会反响是什么样，咱们先说说这个延迟退休年龄合不合理，应不应该？年轻人就业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吧。对于那些脑力劳动过重的人是不利的。有一些更好的保障的话，我觉得55岁再推迟5年，应该还是有一定精力可以再工作的。如果你要从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呢，延迟退休年龄似乎是势在必行。首先一个你算，就我们现在这个男的60，女的55退，有的女职工过50就退了。这种退休体制是什么时候制定的呢？它是建国之后50年、51年开始就这么执行了。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就寿命呢，才50多岁。所以你制定这50几、60退休就可以了。可是现在呢，中国人平均寿命是多少呢？有统计数字都达到了73岁，比那时候长了将近20岁。那你说寿命长了这些，退休年龄相对往后延迟，不变得很正常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代人参加工作什么时候？15、16、17、18，就往往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可是现在呢，咱们参加工作呢，绝大多数都是高中以上毕业，那个大学毕业的也非常多。也就是说，受教育的年龄往后推迟了。那么相应的呢，那你退休年龄往后推迟，你晚参加工作了吗？那么晚退休也是很正常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比方说当大夫的，越老越红。你到医院看病，要年轻大夫，你心里头打鼓；要岁数大的，尤其中医，一把胡子，你就信他。就这个行当越老越吃香，正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你说你让他退了，这对于他个人，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个损失。再说中国呢，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1个亿。那么再过些年呢，随着中国这个人口红利一点点消失咱就有可能没人干活了。所以你延迟一下退休年龄呢，对于缓解中国老龄化的问题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刚才我说这4点，这就决定了延迟退休年龄它是合理的。那么照理说，你说延迟退休年龄合理吧？这样对社会也有好处，对有些人也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好处。照理说这样的政策出台，是不是应该大家很拥护才是呢？可是恰恰相反。你看咱们呢，可以呢，最近呢有3个网站曾经在这方面做过调查，咱们可以把这3个网站呢同意和支持的比例调出大家看看。你看这里有人民网也有腾讯网做的调查，那总起来你看支持的比率都不到10%，反对的比例都在90%以上。这就我刚才说的，绝大多数起码网民是反对延迟退休年龄。那么刚才我说它合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反对呢？咱们先这么分析，你先看看什么人支持，什么人反对。这几年来说实在，延迟退休年龄这话题呢，我也做过好几次了，也做过相应的社会调查。凡是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都些什么人呢？往往是白领、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技术型人才。为啥呢？他是脑力劳动者，到了60岁这时候呢，体力还够用的，他这工作又不需要多少体力，而且他在职的时候比退休的时候能多拿一些奖金的福利，他还能干动。那我何不多干2年，我多拿点钱呢？挺好，我也能干得动。但这里头也有不同的诉求，所以这些脑力劳动者属于白领层面的，他愿意延迟退休年龄，多干2年拿的奖金呢或福利什么的比就拿点退休金要强，所以他愿意延迟退休年龄。那什么人反对呢？最激烈反对的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呢，往往他的工作环境负荷比较重，也没有人脑力劳动者那工作环境好。好不容易我熬到退休了，
我不干活了，我就拿退休金了。这怎么着？延迟退休年龄我还得干活。而且这些人他不一样，他的退休金呢和工资啊，有时候差不了太多，甚至出现呢，他拿的退休金可能比工资还多的情况。上班挣不多少钱，哎，等到拿退休金呢，按照国家给的，可能比这还多呢。那么他当然就不愿意延迟退休。你说我延迟退休，我这2年怎么办？我还得交退休金啊，我这边我拿不着，他不干。还有一部分就学生反对，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退，你接着干活，这职位倒不出来，我们就业怎么办？所以大致同意和反对就这样。所以就说我们呢，大家切记一点，这个社会出现争端的时候，别盲目的你就站在一方，你怎么着。任何人都有他利益出发点，你也不能轻易说一个人这个利益取向就不对，你得仔细琢磨琢磨，怎么样平衡好各方面利益。如果制定出一个像延迟退休年龄这样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意义的政策，你应该得考虑它保护了哪些人利益，损害了哪些人利益，损害这部分人利益我们怎么去补偿。你只有能保证这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前提下，你这个政策才具备公平正义性。你听我说说你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养老金双轨制。什么叫双轨制呢？养老金的这种缴纳方面的确存在着一种双轨制，因此在我们进行调查说你愿意这个推迟退休年龄吗？发现说愿意的往往是坐办公室的人比较多，因为他旱涝保收，而且可以享受更高的待遇。但是说不愿意的，可能做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是在这个私营企业里就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双轨制。你看，我国有2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一套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个人无需缴纳社保，由财政统一支付养老金；另一套就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制统筹制度，单位跟职工本人按照一定的工资比例来缴纳，这样的比例呢在不断的提高。很简单，你在小区里经常看着俩老头老太太在一块聊天，你一个月退了能开多少钱呢？啊，我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一比发现，那机关干部退的比企业的干部退的挣的多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养老金双轨制。双轨制的存在应该是一个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我们希望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步伐。这是什么造成的呢？公务员和一部分事业单位的人员，他们是不交养老保险，是国家全额给的。然后退了休以后呢，能拿到公司的80%到90%当养老金。而企业呢和一些社会人员呢，我得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交养老金。然后到退了呢，我拿到的呢仅仅是在位工资的50%不到。这个它有历史遗留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70、80年代的时候开始搞这个社会养老体系，然后重新建立的时候呢，这个公务员和这个事业单位人员肯定国家给拨款了，说那工厂工人怎么办呢？那时候没有私企，都是国企。说那这样吧，工厂呢用这个企业的利润来交养老金。那会儿为什么没人有意见呢？因为这个工厂都是国企，你这国企利润本来就该上交国家，所以你用这利润呢不用上交国家了，给工人发养老金，就等于国家财政也给你付了，就都是公家给。所以当时大家也没什么意见。可是到了90年代呢，国企改制，不少工人下岗，社会上私企也越来越多了，这一下子出现私企的区分了，一下子这差距就拉开了，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说的养老金双轨制。退休年龄延至65岁，为何有人反对，有人力挺？大势所趋退休政策还需哪些前提条件？以我缴取的养老账单到底该如何计算？本期老梁观世界帮你算算退休这笔账。这养老金呢，在世界范围内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叫现付现缴制，就说呢，我把现在工作这人钱收上来，付给退休的人，等到你们工作这些人退休了，那有后来工作的人再付上，再给你，这叫现付现缴制。第二种呢叫基金积累制，就说呢，你个人工作的时候就把这钱交上来，这就你个人账户，反正这些就是你退休金，给你事先储蓄起来，保证你养老。这叫基金积累制。我们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2种机制都不错，那就各取一半，中庸，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养老金。中国养老制度如何形成？小小的缴费账单究竟有何规定？当您退休前后
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该如何计算？还有需要哪些必要条件？本期老梁观世界，算算退休这笔账正在播出。现在养老金呢，比方说你工资是1000，1000的20%是多少呢？200块钱。企业再给你1000块钱之外呢，还得拿出200块钱给你交养老金。这部分就是我们说的现付现缴的，叫社会统筹。那还有个人交的，再把个人账户贴进来，你不挣1000块钱吗？交8%，80块钱，然后把这80块钱交到你个人账户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养老金里头呢，社会统筹账户里有你200块钱，这是企业给你交的，这边个人账户里有你交的80，280就是你退休金。那么至于这退休金怎么发到你手的，经过哪些计算，我们还有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大家可以一起看看。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包括2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统筹养老金，另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每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有一套较为复杂的计算方法。以某地男职工老王为例，2012年他60岁退休，这个地区去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而他的缴费年限为15年。根据计算，老王的基础养老金就是480元，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是359.79元。那么上面2项相加，退休后老王每个月可以领到839.79元退休金。当然，缴费的年限越长，养老金就会越高。如果老王的累计缴费年限为40年时，他的基础养老金就上升到1280元，那么他退休时就可以领到1639.79元。或许以上计算方法比较繁琐，您可以自行选择以下查询方式：一、社保中心查询，携带身份证到各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业务办理大厅查询；二、上网查询，登录劳动保障网，点击个人社保信息查询，输入身份证号码和登录密码，密码是社保证编号。三、电话咨询，拨打劳动保障综合服务电话12333进行政策咨询。那么一个普通工薪阶层的职工应该从什么年龄阶段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规划呢？35岁以前，年轻人面临的是养孩子、买房子，所以这时候你对他说养老，他确实没考虑的，这是一个客观情况。所以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个孩子稍微大一点，负担不是很重了，房子的按揭还完50%以上了，这时候就应该呢，尤其过了35、40，不能晚于40，应该考虑买健康、买养老。那么我们说这2部分，社会统筹和这个个人账户，这是我们养老金的2个基石。那么我们想97年、98年最开始执行养老保险的时候，它就有个问题，那时候一堆退休的了，你得给钱吧？可是呢，当时还没有那么多新的账能收上来，你得从那时候开始收。你刚开始收，那头就要补，你说这能不出欠账吗？这肯定中间出欠账。他不是说你收了一些年之后再补给退休的，他这边就退了，那边补，那你肯定有欠账。你想你要交280的话，那一个人退休金不可能交280嘛，这是，所以他有欠账。那么这个欠账呢，是历史遗留造成的。98年咱们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啊，下来几千万职工，那么他们的养老金谁来发放呢？那这些人的养老金是没有预算的，所以他们是在用的年轻人的个人账户的钱。假如延迟退休年龄，我多工作1年，全国工作的人多交40亿的养老金。我晚退休1年，这个养老金账户少支出160个亿，一进一出，等于延迟退休年龄1年就可以省200个亿。你琢磨琢磨，这是不是有账算？目前养老金的问题让人议论纷纷，养老金是否真的存在亏空？它的缺口能有多大？专家学者之间并没有一致看法。中国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引起了普遍关注。2013年，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但对此有人并不认同。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养老金没有缺口。我们现在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结余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作为定量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
也将近1万亿元，所以我们不存在养老金的缺口的问题。不论是否存在养老金缺口，但有资料显示，我们存入账户的养老金却有缩水的风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向龙曾表示说，截止到2010年12月底，地方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算后的总额达到了1.5万亿元。按照规定，这笔钱目前只能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国债，其中90%都用于银行存款。10年来年均收益率不到2%。于是戴向龙理事长提出了将部分养老金用作股票投资而实现保值增值的建议。对这一建议，有关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要是真的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价值的一个投资工具，那么我觉得少量的股票这个作为你的养老基金的资产长期持有是可以的。怕的是什么呢？你把股票市场作为一个投机市场。当然，不论养老金采用哪种方式实现保值增值，首要的目标都将是以公平公正的原则为退休的职工实现生活上的保障。再一个，我们这个养老金占你工资比例多大呢？交付养老保险的28%。我前面说一个社会统筹20%，一个个人账户8%。那么为什么当初制定这28%呢？是按60岁退休，你到那点就退了就得领养老金了，那我们得制定高点，保证到时候能供上。现在你要延迟到65岁，你是不是得把这28%调下来？比方说调成20%，甚至调成15%，你延5年吗？可是我们现在一些专家提的，光是延退休年龄，没有提缴费率这28%。所以我说，延迟退休年龄是个好政策，利国利民。可是问题呢，你得先把前面障碍都去掉，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其实，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延迟退休这一举动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龄国家必须面对的一道坎儿。因为这一改变涉及到很多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所以很多国家都会慎重选择延迟退休。美国早在1983年就决定将退休年龄由当时的65岁逐步提高到2017年的67岁，后来更是有参议员建议把这一数字提高到69岁。英国在退休年龄变革当中则更为大胆，2011年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英国将逐步取消65岁退休的限制，让公民自己选择退休的时机。而德国为了缩减公务员、退休金等方面的预算，计划到2031年将把现在的65岁退休提高到67岁。当然，这些国家延迟退休的计划都遭到了民众的反对，实施的阻力同样很大。所以你把这些弄明白了，延迟退休年龄才有政策意义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们说关系到这么多人的切身利益的政策出台，一定要本着公平正义的角度。退休政策实施应如何翻越层层障碍？一次牵动大众人心的调整，还有哪条好路可行？我们拿什么实现公平的延迟退休？本期老梁观世界，算算退休这笔账，正在播出。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这个退休政策的延迟一刀切的并不多，往往是弹性。就退休呢，你这不有个人账户吗？你放在这儿，你愿意啥时候退啥时候退。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所以人们可以选择自己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比如60岁领取养老金是一个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那么如果人们要提前的话，养老金就可以降低；如果推迟的话，养老金就可以提高。反正你早退，你领退休金就少；你晚退，退休金攒的就多。你根据自个儿的年龄和自个儿身体条件，我觉得退休金攒够了，那我退了。我算算我还能活20年，这20年够花了，退了。如果不够，那我多干2年。当然得有人愿意雇你，有人愿意雇你，根据你的年龄条件，根据你身体条件、经济条件，好，我愿意干啥时候干啥时候，我愿意什么时候退什么时候退。也就是说，退休呢是高度个人化的东西。应该采取自愿的原则、弹性的原则。这里边就是说，我愿意延长的，我有能力、有条件延长的，可以延长。
但是我希望在按时退休的话呢，应该让他也有享有这样一种选择在。你比方根据每个人体质不同，你60退，你58退，那身体条件好的65往上退都可以。所以退休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可是我们国家这么范围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有时候没有办法，政府制定这种一刀切政策呢，也是为现实的需要。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吸取广泛社会群众的意见，得需要社会全方位的讨论。而且我们将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它不是简简单单延迟退休年龄就能解决的，它也有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所以不能把这些事混为一谈啊！人口老龄化要来了，那我们就得延迟退休年龄，这个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任何一项社会政策影响到了这么多的老百姓，那就不是小事。这个政策即使效率再高，也得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首先把公平解决了，然后你才能谈到效率。这些年来啊，事业单位改革是一个一直不曾间断的话题，而事业单位的财政支出呢，占国家整体财政支出的 30%。去年4月16号，国家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是要把事业单位呢分成行政类、公益类和企业类。那么划成企业类的将自负盈亏，国家财政不负担这笔费用了。到今天为止呢，应该说事业单位的分类呢已经初步完成了，就是划归到公益类和行政类的事业单位占了 90% 以上，而划归企业自负盈亏的 10% 都不到。这就意味着呢，国家财政在事业单位支出这块并没有因此有多少缩减。所以很多人都慨叹事业单位这个改革呀太难了。可能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觉得说，老梁你这期说事业单位改革，这题太过宏大了，和我们老百姓关系不大。哎，你可别说这个，事业单位改革和老百姓的关系实在是太近了。为什么呢？中国总共有126万家事业单位，从业人员3100多万人，再加上900万离退休的，搁到一块超过4000多万人。那么4000多万人意味着什么呢？它得涉及多少家庭多少人口的，大致得将近有2亿人口和事业单位有关。很可能你正收看我们这节目呢，你的家庭里就至少有那么一个人在事业单位上班。所以你说这个事儿跟千家万户的距离得有多近吧？何况呢，即使你家没有事业单位工作的人，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也离不开事业单位的。你像全国 70% 以上的科研人员， 95% 以上的教师都在事业单位， 90% 以上的医生也在事业单位。你说这医疗教育这些事儿和我们距离得相当近，你能离得了吗？离不开。所以事业单位改革将直接影响中国社会改革进程，直接影响你我的生活质量。那么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就还不知道，说事业单位怎么回事啊？事业单位它的起点呢是公益性的，说白了，事业单位最开始设定的是社会服务组织，它是由呢政府机关来出资办的这样的组织。事业单位有一个最明显一句话能概括，教科文卫组织，就是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最开始所谓的事业单位就这4家，教育类的、科技类的、文化类的、卫生类的。你比方说学校，这就是事业单位；医院就事业单位，文化馆这事业单位，像这一类的，它都划归到事业单位里面。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了，事业单位呢外延有所扩展。你像现在咱们说城管，这就是事业单位；国家海洋局、地震局，这就是事业单位；什么城市环卫大队，事业单位；监察大队，事业单位。就它这范围吧，有点越来越扩大了。包括我们熟悉的报社、电视台，这都属于事业单位。这个事业单位呢，设置之初是为了社会公益、为社会服务的。但是咱们的特点呢，是国家办事业、国家养事业，属于都被国家给包办了。你比方说，很多事业单位的领导是带行政级别的，副部级事业单位、正厅级的、副厅级的、正处级的、正科级的，他带着行政级别。
而且是基本上一开始是国家全额拨款。但是后来呢，随着市场经济推进过程当中呢，有的单位呢，他自个儿能搞一些经营活动，所以由国家全额拨款呢变成差额拨款。还有的单位自负盈亏没问题，索性希望这些单位自负盈亏了。你像这次我们看到的10%不到的划归企业，其实不是说改革造成的，是这些单位人家本来经营搞得就好，巴不得由事业转成企业，我都自负盈亏。所以就说现在这种归类10%不到企业的，那90%都挤到公益类和行政类里了。因为长期以来事业单位存在着正事不分、事企不分。现在我看了一下，公务员很多的工作已经忙得脚打后脑勺了，而且社会对公务员盯得比较紧，监督相对紧，而事业单位这块有时候松松垮垮。你比方说招聘，或者是进公务员体系内挺难，你得考试。可事业单位有的时候那招聘稀里糊涂，而且事业单位刚才我说了，占国家财政拨款30%以上，非常大的一个包袱。很多时候呢，你比方说有的行业协会，它其实应该是个社会组织，但是由于跟所在的管理部门关系很密切，甚至就管理部门的人出任这儿的领导，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出现管办不分、正事不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事业单位再不改革，整个社会的整体体制改革往前推进都非常困难，所以事业单位是非改不可的了。那么怎么改呢？咱们相关的分类改革里边呢，国家给指出了这个方向。为什么首先要分类呢？他要把事业单位的情况区分开，区分成几类呢？一种是行政类的，一种是公益类的，一种是经营类的。行政类的是指什么呢？你像咱们说国家海洋局、国家地震局，这是行政类，它带有鲜明的行政特色。就刚才我们说环卫大队啊、监察大队啊、城管呢，这些系统类的，就它本来它行使的就是政府该行使的功能。把它归为事业单位呢，是原来政府啊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编制，没有那么什么，成立这样一个部门呢，让他们来负责这样的事儿。后来一点点，其实他充当的是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功能，所以这些本来就有行政功能，那么让他们呢回到行政体系，这个单位的人呢变成公务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城管，只要在法律上给理顺之后，他变成公务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就是行使社会管理的职能嘛。所以这是行政类的，划分出来之后就变成行政单位，然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变成公务员。那么第二类经营类的，经营类的你比方说这个报社啊、电视台啊、一些科研机构啊，这包括什么体育场馆的这类的，它本身能挣钱。我们都知道报社、电视台有广告没问题，可以挣钱。你像还有体育场馆对外开放能挣钱，这些它本身有经营性行为的，已经投放到市场上了，那就让他们到市场去，彻底把他们划归企业。在经营性事业单位中，歌舞团是较早启动改革的事业单位之一。在2001年之前，丽江民族歌舞团的演员有着让不少人羡慕的事业编制，但员工收入低，人心涣散，每年演出仅10多场。歌舞团依靠国家每年拨款80多万元来供养60多人。2001年底，丽江民族歌舞团转制为股份制公司，将60多名演职人员进行分流，一部分人提前退休，一部分人被调往文化稽查队工作，其余32名年轻演员组成新的演出班底，同时推出大型民族歌舞剧《丽水金沙》，并在公司内部推行绩效工资制度。改制后，演员们第一个月拿到了1400多元的工资，是改制前工资的2倍。新节目推出后的第1年，歌舞团的演出就达到了700多场，而如今丽水金沙的演出已经由开演之初的每天1场增至每天4场。再没有工作人员在为失去铁饭碗而感到惋惜。那么丽江歌舞团的成功经验是否能推广？具有经营性质的事业单位都能投放市场吗？当然这个过程有问题，你就拿比方说我们电视台来说，它就存在这样问题。电视台仅仅是个企业吗？不是，它本身还有公益性质，它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你怎么界定这个公益性质和这企业性质？同时，它要登广告，一方面它要保证公益性，可另一方面它还得自负盈亏。那广告有时候难免就弄一些鱼龙混杂的东西进来，所以这一块怎么界定？那么呢，国外有的呢是采取什么方式呢？比方说国家出资的这个电视台也有，这个电视台就公益性的，它不能登广告，必须干干净净报道新闻。所以现在有人提出来呢，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一套和各个地方卫视上兴这个，你像是辽宁卫视啊、山西卫视啊、湖北卫视啊、湖南卫视，它的这个一频道都要变成公益性，这是一种提法。这种提法不管对错，体现了我们现在一种思路，就是这样的事业单位在这个经营和公益之间你怎么界定？把这个电视台呢、报社呢这些都划到经营类的，都转成企业要。但是我说这个难度很大，转成企业之后彻底自负盈亏，怎么样体现公益这个特色？这还需要我们在改革当中一点点摸索。那么第三类呢是公益性，公益性的指的是什么呢？像学校和医院，尤其我们现在说义务教育阶段，包括有些乡镇医院、卫生所也是不能轻易收费的，是按照国家整个的资源配置来的。那么这些呢，我们管它叫公益一类，就是纯公益性质的。还有公益二类，你比方说高等教育、高校，它是能收学费的；还有一些医院，它也有正常的经营活动，看病啊，就是它也有经营活动。但是如果你让它彻底投放市场，那不可能的，尤其是医院，更没法解决看病贵、看病难了。所以这些呢，是国家呢会给予一定的拨款，然后呢允许你搞经营性活动，但是呢得国家给你规定好了公益服务的价格。你比方说看这个病，你最高不能花到多少钱，学校学费最高收多少，这都给规定好了。然后你进行经营过程当中也得收支两趟线。现在你看医院的医药分离，不就是搞这个吗？公益一类、公益二类，我们管它叫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把它划出来之后呢，要么国家全额拨款，不准你有经营性行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一些农村的医院、一些义务教育阶段，你不能有经营性行为。还有的可以有一些经营行为，但收支两趟线，国家给你拨一部分款，但是你收钱得按照国家规定的公益服务的价格。所以这是公益二类。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说那数据呢，大约有 85% 左右的这个事业单位划归到公益类了，有 5% 左右的事业单位呢划归到了行政类了，就是变成公务员了，还有剩下不到 10% 进了企业了，大致是这样一个比例。当然很多人呢觉得这个不满，就说这种划分呢，最后你看国家财政并没有少拿多少钱，而且还出现了什么呢？这个企业类的往公益类挤，公益类的往行政类挤，就千方百计呢想从国家财政上拿钱。你看很多事业单位一听说要改了，都不愿意去企业，我都愿意进公务员序列，进铁饭碗了，多有保障啊。所以这也是现在事业单位改的过程当中非常大的难处。难在哪儿呢？我举两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个现实当中发生的事儿。就这2年呢，全国不有一些个省份当做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山西吉林是试点。山西2012年呢，把这事业单位分类也都改革了，撤了1237个事业单位。就本来这是好事，把事业单位没必要的该撤，该关。可是这些事业单位没有一个人下岗，没有一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说1237个事业单位，这人安排哪儿去了？都塞到那些差额拨款或者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了，就等于没有人利益受损。单位是取消了，人照安排不误。所有人砍他，你看不看换汤不换药吗？财政负担一点没减，人照安排，还往进多了不少编制，这不更加人浮于事了？说这事业单位改革怎么这么难呢？那它难在哪儿？说白了，李克强同志讲过，就是说处及人的利益比处及人灵魂还难。难就难在利益，这个利益有2个层面。第一个是呢人员的安排，就这个人员你让谁下岗了没工作，谁也不干呢？尤其是这些单位的官员怎么安排？因为很多事业单位的官员是带行政级别的，他就是机关单位下来的。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过去长期以来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不分造成的。
咱现在政府必须得背这包袱。就这个官员怎么安排？人家原先假如说副厅级，你说这一下这单位取消了，怎么办？你把他往哪儿安排？这是个老大难。再一个，员工的安排问题也是一样，而且员工安排他涉及个利益，比方说我这企业原来有事业单位有行政拨款，一下子直接弄到企业去了。这些人员随着企业的收益上下起伏，很多人不干，我收益比过去减少了。所以为什么这些单位很多人拼命要往公务员里挤，那边更加稳定？就是这个人员安排，这是个老大难。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退休问题。这退休问题就是事业单位以往他的退休标准发放退休金是参照公务员的，就是他跟公务员那套是很像的。那么你现在把人事业单位改革，这人退休之后按照企业那么算，你给整企业去，他干嘛？收入一下少一半多呀，受不了啊。所以现在有的高校事业单位一块改革，有不少教师提前申请退休，为啥呢？怕一旦转成企业完了我这受不了了。有不少科研单位也是提前退休，我还能保事业单位退休那个待遇。所以现在事业单位改革往前推进一步都困难，从这个工资绩效改革，一直到全员聘任，再现在到分类，每一步往前推进都特别困难。而每一步只要一涉及到利益，很难推进，很多部门的人坚决反对，不同意。所以我倒觉得呢，现在呢，咱们说这个事业单位改革，这个步子真不宜迈的特大。正常的大家利益都应该照顾，改革不是让一部分利益受损，而是在整体利益保持稳定情况下都能有提升，这时候改革才能获得更多人拥护。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需要一点空间来换时间，就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拉长一点，一步一步来解决，不能说大刀阔斧一下子，这样的话会酿成新的问题。你看我说这个山西1237个事业单位没了，这就是好现象吗？这就我们经常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采用过渡办法。按照这个目的来，这起码能做到什么呢？你比方说1237个事业单位没了，这肯定进不了人了吧？而且经过改革之后，大家如果都支持事业单位这种分类推进改革的话，那好，今后事业单位的编制不再增加了。这不再增加了，它总是个好事吧？原来的事业单位随着退休、生老病死什么的，它规模会越来越缩小。你再是想进这系统进不来了，你得通过其他的程序。这不等于就在一个相对长一点时间之内解决了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吗？另外一个，我倒觉得呢，在这个事业单位改革过程当中，不一定非要盯着这个编制，非要盯着多少单位转起。过去的问题是事业单位多，人员多，好多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他没有做到。假如这些人真正的卖力气为社会公益服务，让这些事业单位回归到的社会公益服务本源当中去，那人多点没有问题，单位多点也没有问题。而且国家财政支付这笔钱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钱投入到社会公益服务当中，提升质量了，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所以不一定非盯着财政收入，非盯着编制，非盯着单位数量，关键是我们这个改革能不能让事业单位回到公益服务的真正本源目的上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空间换时间，允许这方面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完善，但是呢这个脚步不能停下来，一步一步往前迈。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改革进入深水区了，不容易推进了，就是遇到利益的巨大阻碍。我们不妨可以呢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之下呢，能够趟出一条中间道路，保证改革的步点能够稳步向前。所以我说事业单位改革大家要有充分的耐心，和千家万户的利益密切相关，利益改到谁头上谁都不愿意。所以咱有时候不能仅仅偏激的一看没到位，哎呀这就不对，没到你头上呢，到你头上你怎么想？你要把这个事儿换位思考想明白了，就会理解事业单位改革的难处到底在哪儿了。